大家好，这棵是最近非常受欢迎，特别是在日本特别受欢迎的一棵兰花，它的名字叫做青玉丸。它的原产地是亚洲，网上的资料说它属于蝴蝶兰的种类，但是它跟蝴蝶兰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。它的植株非常的矮小，别看这棵只有丁点那么大，但是它已经是成苗了，已经开花了。青玉丸的叶子是圆圆的、肥肥的，跟蝴蝶兰的叶子不一样。蝴蝶兰的叶子比较薄，青玉丸的叶子比较厚，像多肉植物的叶子那样，非常有肉质感。再来看一下它的花瓣，花瓣也是比其他蝴蝶兰的花瓣要厚一些，也是非常有肉质感的。青玉丸的植株非常的迷你，它的花也是非常迷你的，花的形状只有我手指头那么大。它的花期不算长，大概有2个星期左右。花是有香味的，是一种柠檬青草的味道，非常的好闻，不算很浓郁，是一种清香的香味。青玉丸的种植方法跟蝴蝶兰的种植方法差不多，它对温度的要求也跟蝴蝶兰对温度的要求一样，不耐高温也不耐寒冷，不适合种植在室外。对植料的要求是排水、通风都要好的植料。这棵是用水苔种植的，就跟枫兰的种植方法一样。之前我有一棵是用桃栗木炭珍珠岩种植的，长得也非常好，也已经长出了花梗。但是这一类的兰花，它是非常敏感的。我那棵已经长出了花梗，花梗长得比较低，我就稍微的给它垫高一下，谁知道一动它的花苞就全黄了，然后花梗也黄了，接着叶子就一片一片的黄，然后整一棵就这样死了。跟蝴蝶兰相比，青玉丸对水分的要求就更要小心了。它对水分的要求也是见干见湿，看一下这些水苔已经非常干了，我还会让它再干几天才浇水。青玉丸比蝴蝶兰更加容易烂根，在浇完水之后，一定要在2-3天之内，所有的植料都是干的。我通常都是1个星期给它泡一次盆，是完全泡湿的那种泡盆法。之前我也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这种兰花的泡盆方法。把水苔完全泡湿了，大概就是3-4天之后就开始干了。水苔干了之后，我不会马上给它泡盆，再等个3-4天的样子，再给它泡盆。种植这一类的兰花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浇太多水。太多水的话，非常容易烂根的。青玉丸对光线的要求不是很高，中低光线就适合它的生长。它对肥料的要求就跟蝴蝶兰对肥料的要求一样，我大概是每2个星期给它施一次肥。施肥的方法跟肥料的比例，可以参考一下我5月16号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个怎样给兰花施肥的那个视频。我现在非常喜欢这种迷你型的兰花，一来它不占什么地方，第二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开花。如果有机会遇到这种兰花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